We are warriors, we are fighters, and we are courageous. 你不用人家来跟你说你是一个这样的人，你每天自己提醒自己。很 diverse， 有主见，有追求自由的权利。我不相信两个人可以一见钟情，整个人生只爱一个人。很拼命做工，很想要独立。We are very real。我父母亲以为我只是要自由，但我最重要的一个 objective 就是要照顾他们。我们这一代，千禧一代 Millennials， 我们不怕别人讲我们。Strawberry generation, snowflake like to complain. 大家好，我叫 Chrisanne. Today I'll talk about my outfit. So this right. 我是一个 content creator. Can you make sure I don't look like英文。2014年，年仅19岁的姜嘉开始在拥有100万订阅量的 YouTube 频道亮相出演。Short one, can you stand in front? Yes, you. Yes. No need double confirm. Come stand in front. Very good. 甜美的外形加上搞笑的视频，姜嘉人气上涨，他尝到走红的滋味。我觉得最红的时候，一出一个 video，很容易就拿到100万个 view 这样子啦。那个时候很像我出门的时候，我觉得年轻人大多数都会认得我，人家都会很像You are Chrisanne from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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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kind of thing。刚刚开始红的时候，我会觉得对自己很红。我觉得 Yes I'm， 来，我觉得我自己很酷这样子。新加坡人每天平均花2个多小时在社交媒体。千禧青年在虚拟空间精心塑造自我形象，社媒账号犹如千禧一代的社交名片。青少年上网时，大多是出于习惯性而浏览，但也为了了解那些最新的资讯，大约一半会关注他人的生活。年轻人在网上关注的艺人啊，那些知名人士，我们说的influencers， 对他们的自我形象以及他们的消费更有影响力。你一开社交媒体，尤其是 Instagram， 全部东西都是完美的。每个人住大洋房、驾汽车，每天旅游，很有钱，把这些都不是正常的。Nobody has a perfect life。社交媒体你只可以认识一个人 ，maybe 10%、20%， 是我想给观众看的一面。可是真正要了解一个人，从社交媒体是 is the shortcut and it's the bad shortcut。可以从很小样的东西说你丑啊，你没有胸部啊，你不聪明，到那种很激烈的，就是很像我希望你出门给车撞死那种。近几年来啦，我几乎每一天都会收到 at least one 类似这样的 comment。小的时候，我看到这些真的是很难受，因为小时候有这种创伤嘛。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是蛮忧郁的，有忧郁到想要自杀的那种。我会觉得外面可以相信的人很少。到现在我交朋友的时候，我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害怕啦。万一那些 cyberbully 我的人在
harass 我的人，他们是我的 neighbor 怎么办？很亲的朋友怎么办？我现在出门有时候如果有一个男生过来跟我讲话，他讲 Oh my God Christian， 我看过你的视频，我很喜欢你。我虽然觉得这个男生很可爱，我都不想跟他讲话，因为我很害怕他 You never know， 可能他是其中一个cyber bully 我的人 ，you know。现在对我重要的是事业，所以爱情其实不是我的 priority。对感情的态度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是今年28岁的伪师，然后我是个电影制片人。其实我很年轻就开始交往，14岁就开始 explore， 到现在交了6段感情。最近的几段感情都是有1-2年啦，但是后来发现我们2人之间的 priority 很不一样，他们比较想稳定，想要跟我一起创造一个家庭，我比较想要闯事业。我其实很少在新加坡，一直需要飞来飞去啊。2022年，伪师到韩国进修，少了工作，时间变多，独自一人在外也有些孤单。他第一次尝试用交友平台。对 millennials 来说，如果你想要去认识人的话 ，dating app 是一定要去做的。然后又有那么多选择，是最快最 efficient 的一个方式。有一位男生我比较谈得来，然后就很直接的约他出去，他也答应了。那天约会准备好了，然后他那天就开始慢慢的不太回我的讯息，最后他真的就没有出现。我一开始用 app 的时候是有不小心 ghost 到别人，但是我觉得我 ghost 的程度跟之前的男生就不一样啊，我不会约你出来了然后 no show。我自己 ghost 人的 situation 就是可能我们之间的交流不是很有意义，然后我就慢慢的不回你。线上约会交友初体验虽跌跌撞撞，但对待感情，蔡伪师依旧随缘。直到回国后，他才开始比较积极的找对象。其实我回到新加坡的时候，就发现我身边的很多亲切的朋友都不是结婚了，不是生了孩子，就是已经找到了伙伴，所以我那时候是有感觉一点 like sadness。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条件不错啊，为什么就是找不到这一位人生伙伴？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就上了 Tinder， 很拼命的swipe right， 所以我在2个星期内有了6个约会。每2天见了一个男生，我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就一直出去 on dates。这6位男生当中，只有1位是新加坡人，其他的5位都是来自其他国家。那位新加坡男生，我其实蛮谈得来的，而且对他蛮有兴趣的啦。呀，今天天气没那么好啊，所以你想吃什么吗？ Yeah, maybe like 汤类似的东西。肉骨茶？可以。OK。我觉得他条件很好，然后有出去约会，见面之后还是有发信息什么啦。但是有一天，就他突然间消失了。他就突然间的 block 我，过后就没有什么消息。莫名其妙的是，他是有在我 Instagram 一直追踪我的 story，
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其实我们2个人之间谈得蛮开心啊，也是没有对对方什么期望、什么压力的，为什么会突然间 block 我，然后又消失？说真的，被 ghost 的感觉不好啦，不好受。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选择，所以比较难去固定一个对象。我觉得我现在想要找一个比较偏 open relationship 的感情。我不相信2个人可以一见钟情，然后整个人生只爱一个人。我觉得这很不现实。科技的到来，带给很多千禧一代许多的机会和不同的选择。就比如说 paradox of choice， 就是因为有太多的选择，往往会觉得有更好的人的存在，会渐渐的产生一个太理想化的对伴侣择偶条件的期望，而且这也导致会增加好像说 casual dating 或者互搞的一个 culture。社交媒体的创立提供了更便利的讯息互动，把朋友圈连接起来，彼此关注。网红李江嘉当年那么迷社交媒体，部分原因是在家里得不到关注，而渴望被他人关心。我9岁开始，我妈妈生病了，发现到她有癌症。那时候只有我爸爸一个人在做工，对我父亲来说压力真的很大，要养4个孩子。太太又得了癌症生病，我的父亲还有母亲没有太多的时间跟精神来给我关心，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 like real life connection， 所以我会去社交媒体找这些东西。我以前有3个 Facebook account， 我总共有15,000个朋友 ，and all these people I didn't know。那时候感觉很受欢迎，很受爱这样子。可是到底也是一个错觉 ，it's not real。我觉得一直跟他们住在同样一个家，我永远不会学到真正长大了。Hello， 大家好，我是Leon李龙祥，今年30岁，我是一名本地的一个 amateur football team Warners FC 的守门员。我也是一名网红。Baby, you love me, right? Yeah, what are you talking, Zia? Then why you never join me go club already? You got other girl, is it? 所以从小我一直 just people pleaser. As long as 别人我看到他们 OK 舒服开心的话，我就觉得 OK got a sense of fulfillment. 从小到大都是我父母亲帮我做决定，或者是我靠我的哥哥来帮我做决定。第一次自私的话就是这个决定。2年前自己搬出去，自己一个人住，是要找自己的自由，找一个机会来教我自己怎样做一个比较 independent 的一个人。如果经济情况允许，大多数年轻人都会希望独立，拥有自己的个人空间，拥有自己的住房。官病期间，更多的千禧一代不得不寻找自己的私人空间，因为他们需要在家里工作，需要隐私，而和家里人相处的时间多，摩擦也可能更多。有时候我在拍东西的时候，我想 inject 我自己的一个 personality， 但是我们父母亲会在旁边，因为他们 share 一个同样的一个 space with me 嘛，所以他们一直会看着我拍我视频，讲哎呀这里不要拍这样，哎呀你可以不要用这些话来说，他们一直会讲我，所以现在自己一个人住 ，at least 我可以自由的去发挥，自由的去拍 ，a little bit more freedom 咯。
搬出来自己住，30岁的李龙祥不但得承担1个月1000多块钱的租金，他也得从打理生活琐事中学习独立。从小到大，我父母亲非常照顾我。最离谱的就是每天早上他们会帮我准备早餐呢。前天的晚上他们会问我，你明天想吃什么？好像一个酒店 5-star hotel。我觉得他们多照顾我，我还是想要搬出去，是因为到时候长大了。当年龙祥一心想搬出去住，可是却一直说不出口。搬出去的过程中是a whole journey of 内疚了。我父母亲讲，我们要去旅行，找我哥哥在伦敦嘛。但突然间我脑海里突然讲，因为趁这个机会搬出去。我觉得有点 betray 他们了，因为哥哥现在在伦敦，只剩下我一个儿子来照顾他们，是内疚，也有一点担心 ，keep questioning myself， 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呢？每个周末是龙祥和父母共享天伦的时刻，儿子回来吃饭，父母当然欢喜。但2年前，儿子突然先斩后奏搬出去住，老两口依然难以理解。有一点 shocking， then 还有伤心啦，因为我很疼他 ，so expected him to at least inform us 啦。But I know that if he inform us, he will never get out of this house 。那时候真的是很气啊，然后过了一阵子，我们就觉得说没事了，也是那么疼他，那么爱他。两人父亲就商量着让他去试一试独立的那个滋味。龙祥搬走已经2年，但父母每星期还是把他的房间打扫干净，想以洒脱的心放开孩子的手，或许终究是逞强。生活完全变了，就那天就讲说，我现在Leon 跟你讲我是比较开放，可是他哪里懂我们 ？We miss is really 真的，尤其是在 meal time 还是 weekend 呢？我们吃也会想到他。现在好，现在 weekend 他有来一起吃，然后就慢慢偶尔就不会他的miss so much 啊。At the end, at the end, they bring champagne, celebrate everything. Macam win Champions League, macam they win Champions League. But it's because they know we are. 对孩子的不舍隐藏于心，对父母的歉疚始终作痛。父母亲照顾我了29、30年来，他们做了每一个决定，就是要照顾我。You still want this? All this clothing? No worries. Huh? Actually, I took one last week. The last time I came down.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they do 就是很爱我。Don't know if you all know or not, but the day that I move everything out, right, I stand outside, right, and I look inside. I cry like mad. I feel like disappoint you all. Cause I know you're always very worried. Especially since I changed job, everything, you all think that like maybe I cannot, and I always need somebody to look out for me. I want you all to know that like I can be independent and find my own path to walk. 他们以为我只是要自由，但我最后的一个 objective， 最重要的一个 objective 就是要照顾他们。I can help my parents retire a little bit earlier, hopefully. Media always struggling, you always see me struggle for the past like so many years, 4 years. So I'm still trying my best. 现在真的会比较理解说他是要去独立，应该要给他这个机会的。
不能在30岁 ，because 很爱他，爱到忘记他。哎，我们的儿子是30岁了。凉茶，记得喝啊。OK。Drink more，drink more。每次我跟他们讲 OK， 拜拜，我要走了，他们还是有点难受了。He's big enough. If you feel like coming back, it's okay. If not, it's okay also. Anytime 你要回来，我们是more than happy。真的很希望我父母亲看到 OK， 我儿子成功了，我儿子已经独立了，他懂事了，我儿子真正的已经长大了。爱情虽然可贵，但是对现阶段的千禧青年伟师来说，爱情的价值比不上自由。现在有了自由的滋味，不想放弃掉。我现在觉得我不可以找到一个了解我的对象，就了解我这种 lifestyle， 了解我对人生的态度，了解我的事业。唯一可以让我放弃掉这种 lifestyle 是，如果我找到对象，也会想要跟我一起 just like be a better version of yourself every day。这个对我很重要啦。我觉得很简单，但是其实不容易找。当了10年的社交媒体人物，江嘉一路成长，不再伪装自己，盲目寻求他人的接纳。如今的他，希望透过自身影响力，帮助迷失在网络的年轻一代。It's okay to experience it, and you and I are going to be fine. 我会分享一些很像我自己经历的那种焦虑，让人家知道他们不是唯一一个人感到这种焦虑，就很像他们看到 bad comments online or like 觉得每个人都在 judge 他们，或者不够好看，自己不够漂亮，或者觉得自己不够好。But it's not true. 你很足够。你不用人家来跟你说你是一个这样的人，你每天自己提醒自己 ，OK, you know what? Actually, I'm a good person.